站在将近4000公尺的高山顶上，很难不被大自然雄浑壮丽的景色所震撼，而且深受感动。过去10年来，我们走访世界7大洲，近60国，记录地球即将消逝的奇景与其中的生命故事。但一场肺炎疫情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，最明显的是，我们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生长的土地。650万年前，台湾在频繁地震与板块挤压下诞生，折叠出复杂的地貌，孕育了特有的物种。这是福尔摩沙的自然奇迹。我们用500多天的时间，从海角到山巅，一步步贴近这片土地的呼吸。但熟悉的家园正迅速地改变，极端气候与过度开发，除了我们人类，在这座美丽岛上的其他生命，从没有像现在这般脆弱无助。拯救已是刻不容缓，我们必须守护那些需要被保护的生命。因为这是我们真爱的家园，台湾。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压缩成一整天，在午夜倒数前不到4秒钟，人类才现身，并且成为主角。如今，全球人口已经突破78亿，我们是有史以来地球最强的掠食者。但物种灭绝的速度却是人类现身之前的1000倍。西太平洋边缘的美丽岛屿台湾，在造山运动与冰河来回的巧手布局下，是北半球生物的诺亚方舟。仅仅36000平方公里的面积，竟拥有62000多个物种。其中将近1万种都是台湾特有种。躲过冻寒，一息尚存的它们，在台湾山林安身立命。但万年之后的我们，却步步紧逼。最具标志性、珍贵的台湾特有生物，它们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。10月，中台湾的艳阳一如往常耀眼，但紧张的气氛
却在空气中蔓延。铁笼里坐着一个黑色毛茸茸的庞然大物，胸口上的白色 V 领若隐若现，一双狐疑的眼神盯着在铁笼外的我们。他似乎想问：你们要做什么？随即答案揭晓。中吗？中。一朵鲜艳小花针头插在他的屁股上。铁笼里的巨兽正是我们的国宝台湾黑熊，但原本生活在森林里的王者，如今怎么成了笼中熊？不行了，是吧？没有，一样。好，这个角度。黑熊显然还没打算倒下去，它的坚毅韧性，或许跟1个月前的遭遇有关。2020年的中秋节前夕，他闯入了台中东卯山的一处果园，但立即被农人用来防山猪的套索陷阱，也就是俗称的山猪吊，给套住了左掌。想要挣脱，却越缠越紧，左掌血肉模糊，能想见有多疼痛。想用嘴咬断套索，但却徒劳无功。在栖息的家园，却这样被困在铁锁里，可以想见他心中的惊恐与无助。他可是这片山林的王呀！他头已经靠那栏杆了，他要倒下来了。对，小鸡头已经到栏杆了啊，要倒了，倒下来。5个大男人齐心合力，才能推动铁笼，可以想见台湾黑熊的威力与分量。转一圈，转一圈，头往前面。哇，7.55变胖，就胖了4公斤。平躺沉睡的它，是一只年轻的公熊，胸前展现了大大的白色 V 字，正是台湾黑熊的正字标记。但它的左掌却缺了一大块。好了，这是给你。哦。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台湾的标志，也是最大的食肉目哺乳动物——台湾黑熊。但让人难过的是，这完全是因为人类的陷阱导致了它受伤，所以现在兽医师团队正在积极的为它医治。这只熊，它的手指全部都之前的伤，还有包括这次的伤，都让它手指头都不见了。这是套索套住之后，因为它没办法离开，所以手挂住嘛，它又一直想要把它咬断，手掌这边的伤就非常非常的严重，还甚至把一些骨头旁边的肉都咬开了。
可以看到他黑熊的左手掌，现在所有的指都已经断掉了。现在应该正常，他是有5个指头，但是现在他已经在他的左掌看不到他的指头了。现在完全是因为套索，然后让他这里都血液模糊。左耳上的追踪标记显示，它是在2018年大雪山黑熊监测计划中捕捉细放的公熊，编号711，163公分高，体型像个成人。因为和便利商店同名，也被大家昵称为小七。因为这样子伤害的跟肌腱伤害，还有被他自己咬的，最少要2个3个礼拜。最少要2、3个礼拜。像这个部位已经都好了。哦，对。就是手腕的部分还好，但就是主要是熊掌的部分。然后那因为他当时就是他有用力要咬，然后他当时的嘴也都是流血的。那现在是不是都愈合？都愈合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上犬齿，上2个犬齿都拼掉了，下犬齿都拼掉。本来应该是尖锐的犬齿，现在都磨平了。对，磨平。右掌这边就是它的小指有受伤过，已经愈合了，结果是愈合了，有没有？哦。他其实来之前就只剩下维持1小节而已，他之前就被至少2次，被至少2次，这次算是第3次。半合的双眼微微湿润。小七，你是否知道，医师们正在抢救着你呢？误入人类罗网的求救声音，也从南台湾的浅山中传出。另一个脆弱的小生命，正在与死神拔河。8月20号送进来的，然后民众在丰港的路边发现，送进来的时候其实蛮严重的啦，因为他的右后腿已经露出骨头了，应该是被兽夹夹到，然后他可能被困住，然后时间久烂掉了，已经有一些小蛆在身上。他现在的状况是已经动完手术了。打开笼舍铁门，一个肉色的小动物蜷曲在墙角。第一个圈圈，它到底有没有还活着？因为有些隔天来，它突然就走了。它似乎听见了我们的声音，吐了吐舌头。眯着眼睛的它是穿山甲，一身鳞甲，却没有任何防卫力。视觉、听觉都不敏感，因为跑不快，遇到危险时就会蜷缩成一团。穿山甲几乎是这个星球上最脆弱的一个族群，目前处于极度濒危。可能想要翻身，对，他现在右后腿没了，几乎算没了，所以他要翻比较困难，对不对？弱小的他，是书明这2年来照养的第30只受伤的穿山甲，因为是在恒春半岛被发现，就帮它取名为小恒春。看到恒春现在
好像选到了一个自己还蛮舒服的姿势。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他有试图想要翻身，但因为他右后脚已经被截肢，所以其实他翻身是很困难的。因此他现在只能都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姿势。今天等一下会带他去清创，然后先让他带走，带他去我们的诊疗室去做清创。好，所以现在要帮恒春清伤口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现在让他伤口变比较干净。他现在是睡的，对，还没醒，还没有醒，还在睡，还在睡觉。好，我就先盖起来。好，好，麻醉好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过去我们的诊疗室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拿出来。嗯。可以看到他的右后脚已经手术截肢了。好。他这个的伤口算是还蛮大的哦，估计可能有一个6公分、7公分。有，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整个胫骨以下已经被受夹夹掉，然后只剩露出一根白骨在外面，然后旁边的组织全部已经坏死了，所以后来是整个沿着他的大腿骨往上这样截掉。所以只要被受夹夹到，基本上那个腿大概就留不住。对，而且因为野生动物它们被受夹夹到后，会下意识的一直想要扯掉，就是基本的生存本能。那一扯的状况下，其实会让更容易造成肌肉损伤，还有整个组织的拉扯撕裂。这只就比较惨，它是整个骨头被夹断，然后再来的时候，其实整个胫骨以下是没有东西的，就只有一根白骨放在外面。一定非常非常痛苦。对。小小的恒春，依照判断只有9个月大，还算是个小 baby。躺在手术台上，真的让人好心疼。下颚有点动哦。我们要移动了哦。好。哦。这次你抬手又太猛啦。比较好啦，比较好的。哎呦，好嘞，阿姨。真没有。小心哦，移动的时候小心哦。水沟。水沟。哦。醒了吗？还没。不要挡住。翻一下。不要挡住门口。该撤，我要打点滴哦。你们可以先站到外面。好，快一点哦，他会有，先出。好了，走。你可以先把门带上。那出来。生理反应出现，小七逐渐醒过来。大家总算松一口气。低沉的呼吸是台湾森林的王者之声。他已经醒过来，正在舔嘴。他现在待了1个月，他是不是已经有慢慢的知道你们在照顾他、医治他？他大概理解了一些的。要处理熊的那个机会真的是不多了，这几年好像看起来数量比较多。小七终于苏醒了。此刻，我与他之间只有一扇铁门。
它毫不怯生地盯着我们。你是在感谢兽医团队吗？还是在埋怨我们人类，为什么让你接二连三中了陷阱？它行动上会造成蛮大的问题啊，所以它不管是走路或是挖掘洞穴都会比较慢，甚至要爬树都可能没有办法。野生动物的困境就是在这样子，台湾很多动物都是这样子。这穿山甲睡觉的时间。孙敬敏博士是台湾少数研究穿山甲的生态学者。15年前，他就在屏科大收容中心负责照养穿山甲。后来攻读博士，深入台东海岸山脉，追踪研究长达8年，更拍摄到全世界第1笔野外穿山甲交配的影像记录。非常惊讶，就是哇，这是在干嘛？我拍到什么东西了？跟我们想象的差很多。世界第1笔的记录，对不对？第1笔拍到野外交配的画面，中华穿山甲，我觉得还蛮珍贵的。全世界8种穿山甲原本广泛分布在亚洲和非洲，但因为人类轻信穿山甲具有疗效，过去10年，高达100万只穿山甲遭到捕杀。主要销往中国大陆，是被走私最严重的哺乳类动物，如今即将灭绝。面临的危机就是盗猎，像这一张图是在东南亚的国家查缉到的盗猎，然后这一个都是活的穿山甲，已经把鳞片去除了穿山甲，所以你看到的皮是白色，鳞片都拔掉了。然后有些人认为说有药效，那在早期就是很多人在吃这个。它的鳞片的成分跟指甲一样，所以其实咬指甲的，就跟犀牛角。对。1950年到1970年这20年间，台湾每年出口6万张的穿山甲兽皮到欧美跟日本的国家，所以每年6万张。过去几年曾经做过统计啊，就全台湾穿山甲大概是1万5到2万只，但这个数量其实还没有达到族群最高承载量，所以它族群成长还有空间。台湾就是穿山甲最后的保育基地，但捕兽夹和流浪狗却让它们的生存蒙上阴影。它对于人的警戒心蛮低的，因为很多我研究的个体，它的住的地方就在部落的旁边，甚至在隔壁就生产了。因为他们可能认为说，只要遇到危险就卷起来就没事了，可是遇到人就没办法，遇到人就直接带走了。可以活动。对。哇！好1.672号。他最近开始食量有变高，就是对于他的育儿比较好。其实他现在是有越来越往好的方面，对不对？起床喽！小东西还在睡觉，所以很真大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，它可以复原？那预期的话，大概2到3周的时间，愈后再做一些野外的训练。希望恒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，然后回到荒野去。虚弱无助的小恒琛，或是黑熊小七，他们只是受伤的个案吗？我们决定到南投集集的特生中心，
这也是全台湾最大的野生动物急救站。嗨，张医师，早安。但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。急救站里收容了平常难见到的野生动物，甚至是极度濒危的保育物种。他们全都带着一身伤。他怎么了？哦，他是之前疑似被咬，就是头这边有那个伤口。哦，头吗？被流浪狗吗？不确定是狗还是猫还是狮虎、同类之类的都可以。哦，看到他的那个头上方有那个齿痕。对。只是他刚来的时候，就是还蛮严重的，也没有什么意识，然后就是一只昏迷狮虎。此时竟然又有另一只石虎送到。是在鸡舍被发现，哦，天哪！然后可能是有中，你看它的后脚是左后脚，前侧走。到目前为止有30只，其中20只是车祸被路杀。对，被路杀啊，其中10只是需要再做救援。但没看到的一定是比较多啦。石虎是台湾唯一现存的原生猫科，曾经美丽威风地遍布全台，但如今却成为亚洲少数陷入濒临绝种的族群。现在我们徐兽医师在处理的是一只红隼，它的左边的翅膀有骨折。才刚救援小七的兽医师团队，一早就忙个不停，因为送上门的伤患不断。这应该是我看过最紧张的一次 X 光片了。光是2020年，特生中心的救伤个案高达768件，创了历史新高。如果再加上其他3间野生动物急救中心，已经突破1000例，等于台湾平均每天都有3只野生动物处于生死边缘。而数量最多的就是穿山甲和石虎。动物急救站的兽医师们只能尽其所能，救一只算一只。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重返大自然。但有些动物即使治愈了，却再也没机会回到野外。在台中乌石坑的低海拔试验站，救助了4只无法野放的台湾黑熊。有的是从小被猎人捕获，有的是中了套索而断肢。他们都还来不及学习野外生存的技能，就被迫来到人类世界，再也无法拥有一只熊该有的生活。如今，这里有个新来的第5位住客，他
是否能安全地返回森林的家。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空间，就是小七医治旧伤之后的下一步，他会住的地方。因为当他的伤势，组长的伤势渐渐康复以后，那赵养员和兽医就会把他移到这一个空间，模拟他在野外之后的一个生存环境。爬上爬下，还过独木桥，白天夜晚忙个不停。换到大笼舍的小七，很快展现了台湾黑熊的威力以及惊人的复原力。对，他现在想要干嘛？他可能也许想喝个水吧。嘿，所以他他不知道，因为他早上起床都会喝水。那这边是水池嘛。对。他有时候会去泡澡。日常活动渐渐正常。这一天，聪明的小七似乎发现了一直在偷窥的我们，他伸出了熊爪。被熊掌打落的摄影机，却意外拍到小七神奇的攀爬术。将画面还原成正常视角，就能清楚看到小七一步两步，手脚并用，就快到了笼舍屋顶。就在8号，我们就发现这只熊，它已经可以爬上去了，所以这边装一些导刺的铁条，不要让它靠近。对，结果它可以这样左闪右闪爬到这个上面来。他那时候才刚清创完，不过第5天嘛。第5天。对，你看。但他身手很矫健。对，这才第5天，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就觉得他这个预后状况良好，那个目标又踏进了一大步，觉得对他就很有信心。你看他这样站上去了，感觉他好像想出去的感觉。到处在找洞，有没有？对。向往天空，向往山林。最后因为左掌少了指爪支撑，一个不留神踩空。看到它在这个地方一直想要出去的感觉，向往着山林。对，所以野生动物它还是想回到它的家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希望它早日恢复健康，然后把它也放到它该回去的地方，这样子。小七也放在即。那小恒春呢？伤势痊愈了吗？进入山区，我们就沿路开始找。刚刚我们走的这一段，其实都是早就已经被我们扫过一遍，就只能一直往里。好，我们现在，我们会切到里面进去。OK。为了让小恒春尽早恢复元气，这一天我们跟着照养组长朱宏伟和孙敬敏博士一起进入山林，张罗小恒春的晚餐。但过程并不轻松，必须披荆斩棘。终于，前方树头上挂了一颗蚁巢，正是穿山甲最爱的食物。这一颗挺大的耶。空巢的几率很高。又是空巢啊？对。它这个被打落过。连续的下雨的话，就很多会这一种。哦。这个很少，真的很少。这样很少哈。对，如果正常的话，我连拿都拿不住。都是对，都一样哈。好，又一颗。没想到这时大雨又来报道，但我们3人工作仍得继续下去，因为穿山甲就是一个只吃蚂蚁的物种。下去看一下吧。
好。这个是那个长脚节蚁，也是穿山甲喜欢吃的食物之一。不过这种蚂蚁是外来种，原本台湾没有这种蚂蚁。我们在研究穿山甲大便里面发现，冬天特别多这种穿山甲吃这个蚂蚁。哦。对。那这种蚂蚁它有个特性，就是它冬天的时候会聚集在一起，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群落。那而且是很浅。所以穿山甲在冬天就会很轻而易举的找到这种蚂蚁，然后作为食物的补充。那这种蚂蚁其实对于其他的物种也有一些危害，像垦丁一些陆蟹也是遭受这个蚂蚁的攻击。原来穿山甲不但爱吃蚂蚁，更能除害虫。这边还是一样，刚看到这个长脚节蚁啊，外来种。孙敬敏博士透过研究132堆穿山甲的粪便，筛洗分离出未消化的蚂蚁，拍了10几万张照片，又花费1年时间，辛苦鉴定出穿山甲的食物种类高达70几种蚂蚁，不但协助救伤个体，更直接证实穿山甲就是生态系重要的维护者。穿山甲它只吃蚂蚁跟白蚁，蚂蚁跟白蚁又是整个生态系统里面的占比是最高的。如果在环境中把一只穿山甲移走，那你这个地方可能1年就少吃掉3000万只昆虫。对，所以穿山甲对环境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。冒雨一下午，但满载而归，小恒春的晚餐有着落了。通常我把人工饵料的部分控制在150克，然后再搭配蚂蚁。为了让小恒春尽速恢复元气，蚁巢还会加上超营养的人工饵料，做成穿山甲蚁窝蛋糕。小小的恒春似乎嗅到了美味。他闻到食物的味道的感觉了。但少了一只脚，翻身都变得辛苦。未来的日子该怎么办？穿山甲在进食时，因为怕蚂蚁钻进眼睛，所以都是闭着眼吃东西，模样实在呆萌。而病患一旦食欲好，也就意味着离出院的日子不远了。等一下的话，会带穿山甲去诊疗室做最后一次的麻醉，然后我们会看一下他的伤口状况如何。好，看他是不是已经可以野放了，对吗？对。将近2个月的医治救伤下，小恒春已经拆了纱布，精神明显比我们前几次看到的好很多。所以他几公斤？1.9。他已经长胖了0.5。对。好。他现在那个伤口都长得蛮好的耶。对。
它恢复的非常好，而且很光滑。像这样子，它就真的没有了右后脚，然后对，因为后脚在穿山甲的话，功能性比较少一点，大部分都是以前脚吧，掘土或觅食。后脚大部分都是支撑或是走路这样子而已，但是它在野外生活其实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性。太好了。兽医和照养员帮小恒春打造了一个野放前的复健室，地面上放了沙土和腐木，地底下还有一个洞穴通道，模拟穿山甲的野外环境。原本以为小恒春会等到晚上才行动，没想到才刚苏醒的他，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认识新环境。走路上面其实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波形，对，所以这对于他未来回到自然的环境、自然的野外是非常好的，是非常好的。是每一只穿山甲都可以这么幸运，那其实能够回到野外的机会大概就3成左右。伤口愈合的小七，终于迎来了重返山林的日子。急救医治了2个月又05天，在大家的祝福下，小七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们的视线。这边我们会放一些干草，然后让它等一下在里面比较舒适，然后有一些环境的味道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到背包里面。小恒春 ，OK。小小的恒春也准备回家了。现在是他睡觉的时间，对，睡觉时间，所以我们还是保持安静。好，我们出发吧。我是想选择一个有保护区一个地方野放，行动不便，然后它又特别小只，它还要需要一点时间来建立它的活动范围，所以可能要选安全一点的地方。那即使它跑远了，也不会说容易被人家看到。对。孙博士和洪伟在发现小恒春的枫港附近浅山，帮他找了新的家。这是一个穿山甲的洞穴。对，是。所以这边以前做过调查，就是穿山甲会活动，附近会活动。哇，这个我要找一下这样子，这个要脚印哎。这有它脚印吗？对啊，你看这很明显，对，这2边挖的很明显。这边一个脚印，这边一个脚印。它吃白蚁的洞穴，它是不会住在这边，可是这就是里面有食物资源，它进去挖白蚁，把白蚁吃掉。就看到这么多的觅食洞穴，表示这个地方是很适合它的自然栖地。对。那一块我觉得不错，因为蛮平的。最下面是一条溪，所以也没有人为的步道，对，比较安全一点。我们虽然走得艰难，但心里越是踏实，因为这代表小恒春日后遇到人类的机会微乎其微。这块地方不错，因为它蛮平坦的，而且左右2边都有一个缓坡，所以希望小恒春可以往这个地方走的话会比较安全。对，而且这里也没有人类步道。那我们远离步道了，有一段距离了。对。OK， 醒过来了。醒了。好。Hello。嗨。Hello。准备回家了。哦，顺利，他很快，不错，他应该他没有卷起来，所以应该希望他可以慢慢离开。好。这是一个最好的
2个多月来，在保育人员悉心照养下，只剩3只脚的你，终于能重温故乡的泥土。尽管未来路途颠颠簸簸，但请你一定要平安地长大。小恒春，再见了。不，别再见到人类了。回到山林，是否能真的安全？就在小七野放后半个多月，我们却再度接到坏消息。海拔1100哦，熊出没的地方，这个熊出就是这个公园，熊出没的地方。然后它那自然就就是被破坏的了。哦，它怎么破坏？它从那边上来的，从那片竹林，竹子园，对，一直上来，要把我们破坏。还有这边一个。他把冰箱都弄坏了，你看都是被他有动过的。当时冰箱有什么？这个里面很多菜啊。桃山部落就位在雪山坑西，而小七在野放后，一路从保护区往浅山聚落移动。连续7天跑进果园农舍觅食，部落耆老发现有熊出没，立即通报，装了震撼弹和监视器。没想到就录下台湾黑熊开冰箱翻食物的神奇画面。还有他们又给我煮菜煮饭呢，还有一个大洞，最后还外带了1只鸡。大洞，然后在这边上去，他把整个网，他直接就下去抓鸡。我里面有6只鸡，这里还有鸡毛。这个就是我们放的弹簧啊。好，就是山猪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都是防山猪跟猴子。小七闯进果园，造成骚动。但没想到，他竟然第4度落入人类陷阱。这个是早一辈留下来的陷阱。现在目前流行就是用这个大套筒嘛。你这种大的话，它一定会踏到嘛。它现在变小的那个熊就打不到了。知道熊跑到我们的部落农园这边，我们主动啦，就大家都有讲说，哎，把自己的陷阱都拆掉。所以说我们拆了200多门了，包括传统的，包括铁夹，全部都拆掉。在小七第4度受伤后，林务局参考日本经验，发放了2000个只有直径12公分的精准式列举，避免再有黑熊落入陷阱。而部落也自发地清除旧有的山猪吊。黑熊小七用自身的伤，终于淘汰了行之数十年，让动物伤残的套索与兽夹。应该要共存啦。我们台湾真的是这种熊已经蛮少的啦，台湾可能几百只而已啊。能保护我们就一定要保护嘛。这就是俗称山猪吊的套索陷阱。猎人和农民摆放是为了要猎捕或是防止山猪侵扰农田，但这样的套索并不会选择是什么样的动物踩入。因此，像是濒危保育的台湾黑熊、石虎或是穿山甲，都可能会落入这样的人为陷阱。最后，即使获救，但仍得带着一身伤残回到野外。他们来自不同的山区，却遇上相同的克星。这就是我们对待野生动物的方式吗？
在少了一些陷阱之后，我们的环境就真的友善了吗？这一天，特生中心迎来了2具冰冷的尸体。这一块要帮我有没有那个犬咬进去的那个？2只石虎，一只被路杀，一只则是被流浪狗攻击。令人难过的是，它们都是只有1、2岁的小石虎。很高比例的路杀尸体全部都是年轻的，几岁？1、2岁里面最多。在台湾的石虎可能要活超过5、6岁都已经是很好的状态。觉得台湾的石虎它面临的死亡威胁真的很大，很确定大概认为1000只以下。它是活生生的，你可能会觉得很开心啦。万年以来，这些多元生命带来的灵魂启发，让我们突破空间限制，罪尔小岛也变得浩瀚宏大。它们个个在生态系中稳定守护着物种的平衡。但短短数十年间，我们改变了福尔摩沙的地景，却忽略了他们的处境。如今，我们似乎正走向摧毁大自然恩赐之路，而下一个步入灭绝的，会不会就是我们自己？只有我们的道路是不是能够都朝向既有道路的改善，甚至是为野生动物做一些改善，而不是我们还要更多的新辟道路。SARS 像新冠病毒的出现，就是反映说全球生物多样性有个危机出现。保育穿山甲就是最后的目的，就是要保育生物多样性。如果这个环境里面只有2条腿的人，看不到这些其他动物的话，这个地方真的是人住的地方吗？最好的野生动物保育就是我们环境栖地的一个保育。我们要留一片什么样的土地给后代子孙？COVID-19 超出控制地影响了全球人类的生活、健康和经济。但疫情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人类对自然栖地的破坏，对野生动物的不尊重。肺炎疫情无疑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项讯息，更准确地说是一项警讯。今天我们站在十字路口上，我们是要重回过去的生活模式，继续掠夺大自然，让下一波疫情再度来访，或是从现在开始，尊重我们拥有的，保护目前幸存的，重新找回人类与自然的亲密关系。因为我们这一代将是拯救地球与物种的最后希望，而改变的契机就在你我的一念之间。否则，现在我们所珍惜的所有一切，包含我们人类自己，都将成为历史。